天空了，我太满足了，今天这个早起太值得了。我才逛第2间就买了第2幅画，每一个老板他们真的是艺术家哦。中国的金字塔，墨西哥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好像真的有外星人在控制哎，怎么会这样？嗨，大家好，我是舍利，又来到我的独旅系列啦。这一次独旅的城市呢是墨西哥城，现在其实已经是我在墨西哥的第4个礼拜了。大家如果看我前面影片的话，就知道我这一次呢其实是跟一群朋友来潜水的，先去了坎昆，再去了巴哈。按照惯例呢，我就想说，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不可能马上回去吧。所以这次呢，我就选择在有转机的墨西哥城，也就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停留个几天的时间。那计划就是呢，要吃很多道地的美食，因为前面都在一些观光区，我觉得东西都很贵，又没有特别好吃。然后再来就是想要多认识一些拉丁美洲文化，因为前面都在大自然嘛。再来就是看青旅的朋友去哪，我就跟着去哪，就是一个超级随性的独旅风格。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对这个全新的地方很好奇的话，就一起跟我开箱墨西哥城吧。影片最后会告诉大家这地方值不值得停留，还有适不适合一个女生独旅。那我们就出发喽！我现在在逛的是一个露天的美术馆哎。This is super beautiful because I just took the air balloon yesterday. 天空的视角真的好漂亮，如果人能够飞起来，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能想象吗？这里2000年前是一个城市。现在呢，我已经在前往我的住宿的路上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街景。这次住的区域叫做 La Codensa， 是就是大家公认墨西哥城治安比较好的地方。你要独旅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课去查，就是哪里治安好，哪里吃东西方便，哪里交通方便，才不会让你就是之后非常的麻烦。对，然后这区 La Codensa 跟 Roma 是大家普遍比较推荐的区域。现在你们看到交通已经完全的卡死了，我已经在市中心塞了好一阵子，然后刚刚从机场过来呢，我原本是要搭 Uber 的话是大概台币1000左右，可是我有上车喽，然后就被警察拦下来说这边 Uber 是禁止的。通常都是说而已，可是这边的警察是真的会请你下车重叫，所以后来我还是叫了机场的接驳，大概是1500台币左右。然后我刚刚从机场开过来的路上，就已经蛮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贫富差距了。就是从一开始你会看到一些山丘上，然后有密麻的住宿，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边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中间呢又会经过一些长得有点像东南亚的地方，然后这区又就长得蛮文青的。虽然我知道我的观众旅游就是出国还是会想要去找一些当地的选项，但是我的一些美国朋友或者是来这边旅行过的朋友都跟我说，在墨西哥你不要随便去找那种很 local 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会随便不小心踏入一个这样很差的地方。我到我的住宿了，叫 Casa Pancha。这间住宿呢是我在上一个城市 La Paz 的时候认识一个墨西哥人，然后他跟我推荐的，他说他在这边交了蛮多朋友的。因为我这一次住的是那种就是情侣背包房，所以很快速的开下一下房间。这里是浴室，简单的，然后有6张床。这边是我们2楼的公共空间，有沙发区，然后那边有一些桌游。然后这间青旅呢，我会订它是因为我给你们看，因为这一间青旅呢，它就是有安排每天的活动，然后也可以订各种的行程。
跟我之前在那个打哈住到的一间青旅很像，它就是有帮你安排了很多可以跟就是住在同一个青旅的人互动的活动。除了每天有活动之外，他刚刚也有把我加入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他们就在里面公布他们就是所有活动的消息，然后你有什么事情想要约青旅的人一起做，你可以在里面留言。他有给我一个连结，然后里面打开就是满满的推荐，有食物、有酒吧、有咖啡厅，然后有小摊贩等等的，就是这3个条件，就是办活动、WhatsApp group 跟一个就是推荐地图，都是我目前在世界各地就是住到不错的青旅会提供的。再来是餐厅区，也是非常的漂亮，它就是一个咖啡厅等级啊。然后我们每天呢是有早餐的。这边是琉璃台，然后也可以自己煮饭，也有冰箱，然后各种调味料全部都很齐全。我觉得这间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我之前在埃及的打哈，还有尼泊尔主要青旅，就是你入座就知道你选对的地方。然后我其实已经在柜台订了明天早上一早要去搭热气球看金字塔的行程，所以现在要早点休息，等一下跟朋友去吃饭，那我们就明天见喽。大家早安，现在是隔天早上4点半，我的 hostel 的室友才刚 party 回家，我就要出门了。反正我前2天就是在查这个 hostel 什么行程，然后就看到在金字塔上方就是坐热气球的活动，问了一下价钱，发现蛮便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价值观偏差了，但是大约就是150美金左右，4500台币，几乎是我在其他地方听到的1半的价格。所以你知道，就是那种大妈心态，觉得好像不够有点可惜。原本也没有想要这么累，就是到了隔天就去。但是因为我现在造访墨西哥城，其实是他们的雨季，好天气没有到这么的常见，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隔天有好天气，我就直接冲了。我觉得其实算是蛮幸运的，因为热气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可以达到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墨西哥城的夜景，其实跟台北长得非常的像吧。天气好像很棒哦，现在后面已经是橘的了，准备好票跟护照跟信用卡。Thank you. I'm gonna take a picture. Okay. 哦，好可爱哦！我们的气球现在都在准备了。我刚刚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他们有帮我安排会讲英文的人跟我解释这一切，太好了，好好笑。我发现现在世界各地的这种活动都会像那个我在跳伞的时候。就是会有人帮你记录全程，然后刚刚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做了那种你知道迷之运镜，然后我在那边挥手。我觉得我应该要跟他买影片，我还蛮想看看的。38 Yes. OK. 一个事情有点重要提醒，这个热气球呢，它是不给你带任何包包上去的，所以像我的相机就有背带，360也有背带，然后我的外套呢也有各种口袋可以放相机。不然你的东西会无处安放。拜拜，等一下就去找你们喽，准备飞上墨西哥的天空了。好突然。Stars unravel, the light within, we could be honest. 我们看，现在太阳金字塔就在我的正后方，它的高度其实离它还蛮近，看得蛮清楚的。Under the willow, out in the water, we could be all the things we swore. Everyone inside, every path we've tried, every tear we cried. 驾驶员呢，他会自己一直帮我们转向，所以就是真的用眼睛
就可以欣赏这个天空的360度，真的好漂亮，已经可以跟你们说，我觉得非常推荐了。因为我飞空拍很多年了，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天空的视角真的好漂亮。如果人能够飞起来，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每次飞空拍的时候，我都觉得好享受。就是空拍机的景色啊，这个很夸张吧？尤其是清晨的时间，雾气缭绕。我们现在正上方这个就是太阳金字塔，那个就是月亮金字塔。这一区呢，就是墨西哥城附近这边非常知名的古文明。I can push. Better is this. This? Oh, this is so hard. This is for go up? Yeah. But how can you control to go down? Don't have. Oh, you control. don't Depend anything. to the wind. No, depend to the wind. Oh, so you only control up. Up, and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direction, you can navigate, but it's our not this everything. 我现在在这个拍摄的位置，原来这里是有4罐瓦斯桶。通常这种世界知名的大古迹，你是不可能可以飞空拍的。但是我刚刚直接彻底拍完就坐在热气球上。You stay in Taichung before? Yes. Also Yeah, for the hot with the balloon? Yeah. Oh, nice. The festival. 好啊 ，for that festival， Yeah, 这个 pilot 他有来台东，就是开过热气球，太有缘分了吧 ？What a coincidence！ Yeah. 我太满足了，今天这个早起太值得了。下降的时候，大家都要手抓着，面向同一个地方，要微微的向前倾。不好了，看起来辛苦到一个不行。耶！它的酒上面还有 Sky Balloon Mexico 的酒标。Gracias. Cheers. Cheers. So next year, Colombia. Colombia in October 2026. Okay. Birthday party. Deal. Birthday party. I'm crazy. When people give me this kind of invitation, I go. Okay. Hi friends. 跟你们说，这真的是一个 CP 值超高的行程，还有含早餐。面前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金字塔，这是一个落地窗的餐厅。等一下呢，还会去逛一逛，然后会让我们进去那个金字塔那边参观。大家如果想要直接定行程的话呢，也可以找 Sky Balloons Mexico。我觉得整体下来这个行程 CP 值超高。我们其实还没有结束，等一下还会有一个算是给你逛街的地方，然后再带你去那个金字塔那边，你可以自己逛，然后1点离开。所以哇，是一个6、7个小时的行程。对了，你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空拍的画面啊，其实是我跟他们买的。刚刚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有给我一个 package， 就是包含有个女生一路一直帮我拍照，然后有一个男生一直在帮我拍影片，然后在热气球上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台空拍机一直绕着我们飞。他一开始是跟我卖1500披索，后来跟他杀价杀到1200。我主要其实是想要那些空拍影片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想飞都飞不了，因为通常热气球在上面，它不会让你飞嘛，然后又蛮清楚拍到我的脸，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纪念。然后这间 Sky Balloon Mexico， 你们也可以考虑直接上他们官网订，可能也许会比我订再便宜一些。觉得整体来说，服务很棒，环境不错，吃的也不错，然后船长也很棒，然后可以帮你拍好看的照片 ，CP 值又很高。就提观看，准备要进入我人生中看的第3个金字塔了。第一个是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然后第2个其实只是在几个礼拜前在坎昆看的那个奇琴伊塔
对，它是玛雅古文明的。然后现在的这个呢，在这边叫做 Teotihuacan， 它的年代其实比坎昆的那个还要再更早，西元前大概100-200年就已经盖的。Okay. From Taiwan. Taiwan. Okay. As you can see, well, very colorful city. Okay. Most of the city in red. What it represents? The red color. Abundance, prosperity, and power. So is this all original or No, reconstruction. the whole thing is reconstructed? Almost 80%. OK， All right. So 80%重建过了。 Each temple like 139 years to build it. Each one. First sun and then the moon. 14,000 people to build it. 盖这个金字塔的 Teotihuacan 的这些人呢，跟玛雅人是差不多时期存在的。就大家都以为就是墨西哥的金字塔都是玛雅人的，其实不是对的。中间这一块呢，是以前他们拿来献祭活人的地方，为了想要一直有太阳的出现。这边有黑点点的，这个重建过的；这里没有黑点点的，就是原本的，已经2000年了。For the energy， Exactly. See? 吸收一些古代火山的能量。 That's the name of their people. 这边都是不同颜色，是因为不同矿物质的关系。哇，现在真的是 super 热。这些都是里面拿出来的石头，但是更有价值的，像是一些神像，已经被移到博物馆去了。他们都用各种植物来当做颜料。哦 ，beautiful。刚刚导游的意思是讲说，因为这个金字塔呢，它已经有太多的部分有被重建过了，大概有80%以上，所以它没有被列入就是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原因是因为之前的政府想要在里面挖钻石，所以就把这个金字塔给炸了，就想要在里面找钻石，然后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现在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去修复它，然后也因为它现在没有那么 original 了，所以才没有被列入新世界7大奇迹。但其实我觉得它的壮观程度比Chichén Itzá还要再更多。这个位置其实原本也是其中一个神庙，但是因为这里拍金字塔的角度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把它弄掉了。That's the constellation Sarion's bell, the 3 stars. OK 啊 OK 太空的行星，中 The 国的金字塔， extraterrestres, you know, the 墨西哥的 optimism, 金字 this 塔，埃及的 perspective 金 of 字 every 塔， person. 都是像这 Right? 样一条线 Any 的。 questions? 好像真的有外星人在控制怎么会这样？就是他们都在世界非常遥远的地方然后盖出来的金字塔都是同样的角度一条线的，有趣。这个导游讲解的非常好，要来上墨西哥的金字塔喽。它的阶梯非常的高，不太能不看路，快跟这个小朋友一样高这确实没爬一点山是不行的。到了，很壮观这里一个一个的全都是神庙的遗迹，那一个是太阳金字塔。中间这条路呢叫做 Avenue of Death， 叫做死亡者大道。它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当初发现就是旁边这些一栋一栋的遗迹的时候，以为他们是墓穴，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小，然后其他用途的神庙，对，并不是墓，但是这个名字就保留下来了。你能想象吗？这里2000年前是一个城市。然后它是5颜6色的，我现在用想象的觉得非常的神奇。其实我蛮惊讶，我会对这个金字塔这边有蛮高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在坎昆的时候看那个金字塔，那个向导有点太雷了，然后加上我觉得那个场域其实没有像这样子就是很壮观，你可以看到一整个城市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个金字塔是。确实是，如果你都来 Mexico City 的话，应该要来的地方。我很喜欢，我觉得不管是今天早上热气球，或者是进来导览，都非常非常的值得。Woo, woo. Can you feel that? Hey, can you feel that? Ooh, check it. 终于要来吃我在墨西哥城的第一道 taco 了。我很喜欢这一间的氛围，它是像这样子。在街角的户外座位 ，Is this mine?
OK，Thank you。哇，好多！点了一个综合口味的 taco 跟 quesadilla， 店名叫做东焕，是一间1982年就开始的老店。其实这已经是我在墨西哥的第4个礼拜了，然后前面吃过蛮多是 taco， 可是大家都跟我说还是墨西哥城的食物最好吃，所以我就一直留到了现在才拍墨西哥的食物，淋上一点洛梨酱，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酱，它很 juicy。但我平常是不太敢吃生洋葱的人，但是它的洋葱不会到很辣。这一颗是35块，它中间的肉有这么多，而且它是那种碎的猪肉，感觉是有不同部位，跟买烤肉的不太一样。我之前在坎昆的那种夜市的那种路边摊没有座位的哦，买一个 taco 也是35块，然后肉大概只有这个的一半，没有这么好吃。接下来点的是这个 quesadilla， 这 taco 的饼皮，然后加上 cheese 去煎，然后里面再放那种墨西哥炖肉，一样是有加生洋葱跟香菜，没错，很好喝。听到吗？很快耶！这个我觉得目前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跟 CP 值最高的 taco。我觉得 Condesa 这一区呢，给我一种民生社区感，因为我刚刚搭那个 Uber 的时候啊，其实沿路都在塞车，但这边就是很空哎，路上都是树荫，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遛狗，嘿，散步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走在路上会有就是人身安全。自从去了一趟欧洲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大家出国还是会想要去体验一下当地生活，可以去参加那种 tour， 或是请你的当地朋友带你去。可是你不要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去住在你觉得很 local 的地方，就是会比较危险。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讲一次怎么念 ？Huerto Roma Verde。非常困难，全部都念不出来。现在决定要来逛一个小小的，它算是一个市集。但我有查说它里面，它这边是一个蛮环保的空间，好像是。一般墨西哥人是不会回收的。哦，是吗？所以这样很少见，是不是？很少见的，对。这个是我在墨西哥住了很久的台湾朋友 Jerry。对，西班牙文1级棒，跳舞的朋友。这个是那个 mezcal 的那个植物的那个切下来，然后这个是可以吃的。啊，这个是 mezcal。mezcal 的那个植物。mezcal 是墨西哥这边非常有名的一种酒。所以他说有不同的这个 mezcal。对，他们这个植物叫 agave 嘛，所以他们有不同的 agave 酿出来的就有不同的味道。然后这两个是香味比较。这两个香味比较重的，然后那个是没什么香味，就是很顺的。这么大一杯吗？然后等一下，它还有那个柳橙，重做成的盐。重做成的盐。这个是很大只的蚂蚁啊做成的。这个也是虫，这个也是虫。对。水果沾这些东西。对，这样子。然后你就喝一口，然后咬一下。OK。如果大家来墨西哥想要买纪念品回去，然后有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可以买这个 mezcal， 然后就是这边墨西哥这边的特色酒。那一栋很 Q 哎，是那个1公升的水桶全部做出来的。哦，而且做的其实蛮漂亮的哎。所以你是说墨西哥其实是一个很不环保的地方？对，能够有这样的地方，蛮难得的，很特别。OK， 这边的话都是一些回收相关的东西，在墨西哥很少见的。所以 Condesa 应该是比较文艺、文青，对。啊，这里比较嬉皮。对，这里很像是那个恒春会出现的房子哎，就是我那种恒春朋友，感觉他家客厅就会长这样啊，藏一些这种小房子。这边是打坐专用，就是一个如果你喜欢嬉皮的地方会爱的。但是这里感觉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可以稍微拍拍照啦，然后有一些表演，有一些市集可以逛。看你有给我摸哎，这是比较乖吧？他喜欢我。
这个地方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的话，你会觉得它这边就是一个一般的文青市集。可是你要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还蛮多小细节，还蛮感人的。像是它这个花圃王啊，我们看这都是酒瓶废弃的酒瓶。然后这个应该是盘子，它是真的有在利用我们平常用不到的东西，来做成真的实用的东西。这整个区域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曾经被地震就是毁坏了，然后它就一直成为一个废弃区，因为政府没有这个资源去把它重建，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一群算是志工吧，他们就是一起把这个地方就找一些再生的材料把它重建起来。所以看到这边的建材都是一些像这样子的竹子，然后保特瓶、竹子、铁丝、废弃物，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到那种大水桶。然后我可以再来查一下这个地方这几天还有没有志工可以参加活动，因为他们也是有开放一些爱护环境人来这边做志工。我觉得会是喜欢大自然的人很喜欢的地方。今天呢，来到游客来墨西哥城一定会造访的区域，叫做口洋干。这区呢，它其实是一个蛮古老的街区。等一下再去逛，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要先来 shopping。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做很久了，可是前面都没有看到那种市集。然后虽然是游客区，应该会偏贵，但是还是很想来看看墨西哥城可以买到什么。有人在跳舞好 Q 哦！知道台湾的公园是跳什么？恰恰恰。台湾的公园是打太极吧？对，打太极。然后这边好可爱哦！你觉得我去邀舞，他们会理我吗？Amor desechable。好开心哦！好开心，好开心！这里的北北很亲切，而且他其实会跳他是那种有 leading 的对，而且他感觉原本以为我不会，所以他先慢慢的踩，后来有在跳基本步的感觉，开心。这边会看到很多的画。This is super beautiful because I just took the air balloon yesterday, and some balloons really look like this. Yeah, it's like what I saw yesterday. It's the same. Yeah. 他们说之前的就是金字塔是红色对他们来说是很神圣的一个颜色。Eagle represents the Aztecs. Okay. Cactus represents Promised Land. And a snake represents Quetzalcoatl. And for example, here, where you can see the snake. Oh, this is cactus. That's right. You got the 仙人掌 cactus. You already got the cactus. And where is the snake? This? Yeah. This is snake? Sure. This is the snake. Ah. And if you notice, the symbol Eagle? is the same symbol. This symbol that you see here is the symbol. Well, you already got the cactus. You already got the snake. Where's the eagle? Eagles? No, you can help her if you wanna. I'm gonna give you a tip. 看，你还跟我上历史课。Right, analyze the colors. If you notice, it's not only blue. Okay. And as soon as you get the shape, you're gonna got it. This? Yep. This is the head. One wing, another wing. 这里是头吗？对，中间是吗？有一个 shade 在中间，哇，这个老鹰藏得很深哎。 For example, I got more corn. 我想要跟他买画了，讲了很久。买啊！其实我才逛第一摊，可是我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很有缘分。他是对历史非常有热情的艺术家。我刚刚只是随便问了一下，为什么你要用这么多颜色的玉米？他跟我讲了大概半小时。Where are you from? I'm more Mexican than Chile. So you're from Chile? Chile? No, it's an expression. 什么 It's 意 an 思？ expression. Because Mexican people like chilies, so it's like I'm more Mexican than chilies. It's like I'm
mexicano que el chile d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ake care. 因为在东南亚也会看到很多那种卖一堆画，但是你会看到每一幅画都长得一样，就他们感觉是跟同一个你知道供应商进口，然后每个人都说是我画的，是我画的，那都不是他画的。但这里不一样，这里你会看到，真的是他们画的。对，就是每一个小摊贩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平常对这种卖很多画的市集是不会逛那么久的。真的吗？我现在在逛的是一个露天的美术馆哎。山。哦 ，sand， 哦 ，this is all made from sand， 都是沙画哎。Can I touch? Please. Oh wow! So this is sand from where? Volcánica, de desierto, desert, 有沙漠，然后有火山。的 river. 我好像找到跟我有缘分的画了，因为我很喜欢黄色。很冲动，我才逛第2间就买了第2幅画。我必须说，就是旅行了很多地方，你去那种艺术市集，你都觉得其实没有那么艺术。但是这里我可以感受得到每一个老板，他们真的是艺术家哦。对，然后这边那个刷卡都很通，所以没问题。这些全都很漂亮啦，大家记得 Allende 这个公园可以乘，里面有卖很多漂亮的画。这墨西哥人其实本身是不会带这种东西的，观光客来就是要买一些很墨的东西吧？对，这感觉蛮合理的啊。好。开心就好。不懂，这种直男不懂。大家，我又买了一顶帽子，很墨，这是一顶很墨的帽子。这边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纪念品，然后你在这一区会一直看到这个画家的一些商品。Frida Kahlo， 他后来这边定居，所以就是这边有很多关于他的东西。然后有一栋叫做 Blue House 蓝屋，就是他当时候在这边定居的地方，然后很多人会去看。这边就是跟墨西哥城街景最不同的是，它保留了很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就是墨西哥城大部分已经现代化了，有点像我们淡水的感觉。然后就是变成一个蛮有名的观光区。来吃我最喜欢的玉米，就是台湾的夜市有时候会买到那个奶油玉米杯嘛，然后这边有他们的版本，所以他们会加美乃滋、起司跟柠檬，然后玉米粒这样，酷。就墨西哥的东西都一定要加柠檬，什么都要加柠檬，口味还不错，喜欢呢。都是酸酸的，然后有点奶味。玉米还是台湾的那种比较甜，因为台湾用的是美国那种黄玉米。对，这边是珍珠玉米。对，这边就是真的最早期的那种那个 organic 那个有机的玉米，就是这样的味道。我们吃的都是改造过的。对，就像刚刚他们讲，刚刚那个画家老板在讲的，就是所以如果你吃这个玉米的话，其实还蛮健康的。面包也是一样，就是美国的面包是那种加工过的嘛，麸质食物过敏嘛，其实不是 gluten 的问题，其实是那些加工有没有加在一起的。因为很多人说他在美国不能吃面包，到欧洲就可以吃了。走走逛逛之后呢，可以走来他们这边一个广场，就是稍微休息一下。那边是一个教堂，然后中间就是有卖很多东西，然后那边有口香糖的标志，很多人会来拍照，很可爱。然后从海里面突然出现一只鲨鱼，然后鲨鱼就说来，然后那个小孩就说不行，我妈妈会打我，然后就没了，就走掉。啊，不就还好，我们是投钱。不想听他讲笑话。不是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啊，蛮有趣的。我原本以为是跟那个淡水老街一样，就你付钱它会动，它会像那个音乐盒里面那个娃娃跳一段舞给你看。没有，你付钱它讲笑话给你听。他一直在讲笑话给人家听哎，好可爱哦。你知道这个是表演给观光客看的，可是还是很好玩，还是很开心。
喜欢，投了100块，哦，因为我没有小钞了。这么大方，提醒大家来这一区可以多准备一些小钞。大家如果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挑6日来，因为除了游客之外，这边也是墨西哥城当地人会喜欢散散心的地方，所以会很热闹，然后会有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广场的周围呢，这里这片墙壁可爱，来这边拍照，蹦拍。那个艺术市集的正对面呢，啊，菜市场吗？就是很像那种菜市场加上夜市。我靠，上面那个是蜘蛛是什么意思？好像他们有一个文化叫做冰亚达，这个。对。他们生日的时候啊，寿星要蒙眼睛，然后拿一个竹竿打，敲那个东西哦，里面就会有糖果掉下来。今天就在市场里面解决我们的午餐。虽然说是当地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英文还是稍微有，它有英文菜单，对不对？所以是观光客友善的地方。身为不喝汤不行的台湾人，要来喝喝看墨西哥的汤。就这个叫果索类，对吧？然后它其实是有分红跟绿跟清汤，不是很像豆腐。对。这才是真正的传统的玉米。它的汤里面其实有蛮浓的玉米香味。洋葱是你会加的吗？然后这个是一些香料，这是 oregano 奥勒冈，香草。对。然后这是小辣的辣椒。然后这个是 cream。然后加进来。对。OK。这才是对的，原来如此。喝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充满了香料。我觉得大家来墨西哥要多吃 taco 以外的食物，酪梨，然后腊肠切碎，对，黑的是牛肉，然后这个很酷，仙人掌，这个是仙人掌。那这个通常会叫什么口味？叫做干贝恰诺。它这个仙人掌是有点脆脆的，对，黏黏的，对，蛮好吃的。后面的这一栋呢，就是这一区最有名的 Blue House，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那个 Frida 这个艺术家的故居。对，有没有看到这边整排都在排队进去看他家？但这个地方的门票它是出了名的难订，所以我们其实只是走来看一眼的。这次没有进去，但是这边的评价其实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进去的话，建议就是要1个礼拜以前就订这边的门票。你可以到官网上订，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参加那种就是市区的 bus tour， 然后它就会含里面的门票。单纯来走走逛逛了半天，我觉得也还不错。但如果你想要逛这个 museum， 又想要逛这区的话，我觉得差不多要留1整天的时间。然后推荐可以周末时候来。谢谢 Jerry 带我逛这个地方，一直在陪我逛街，帮我拿东西跟帮我拍照。我觉得要找一个朋友一起来，不然很难拍照。赞！剩下在搭车回答一个蛮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女生一个人可以来墨西哥独旅吗？会不会很危险？我觉得我的体感是还好。就甚至因为这一次去了很多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淡季的关系，这里没有很拥挤，就是我没有觉得随时随地我要保护好包包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也跟我这次住的区域有关。开头跟大家讲过，说我其实有特别差，就是 Condesa 这一区就是相对质量比较好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不管去哪里独旅都一样啦，就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治安相对安全，然后吃住也很方便的地方。那你选了一个能够定行程的住处，就算你在当地没有朋友，你也可以找青旅的人一起出去，你也可以订青旅的行程，或者是你也可以上 Airbnb 订一些行程。虽然说你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但其实我基本上每天都是有跟着其他人一起行动的，所以你不是真的一个人，懂吗？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墨西哥的治安好像不用想的那么可怕，或者是我刚好比较幸运，说不定就是分享给大家我的经验。大家，现在是我在墨西哥城的最后一天。跟你们说，原本已经不打算拍的，但是我还是决定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我现在在的这个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必来。我跟你们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逛博物馆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很懂历史，但是实在是有太多人跟我说这个博物馆很厉害。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进来已经过了快2个小时，然后
我只逛了这个人类学的区域，跟这个 Teotihuacan 那个金字塔的文化区，我就看了这么久它里面是真的真真实实的把金字塔里面的雕刻啊、死亡神像、瓷器跟壁画都还原出来。我就是想象着我几天前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原来以前长这样子。反正大家对于那种你知道古文明的神像比较多都是属于埃及的，其实这个 Teotihuacan 它的神像也非常非常特别，就是对我来说很新奇。现在逛博物馆我有个绝招，就是我会拍照给 ChatGPT， 它现在是我一个很好的向导，所以我只要看到我有兴趣的，我会停下来看很久。然后那一区人类学呢，我觉得就是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是人类，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看过一个地方那么详细的展出，就是人怎么样从猩猩变成可以站立的人类，然后包含你找到了第一个可以站立的化石，会狩猎之后呢，就发展出石器，有农业社会，然后开始有埋葬的行为，一步一步的都把你讲解很清楚，然后每一个时期的人骨它都有模拟出来的原型，我觉得哇，是我少数看的这么认真的博物馆。对，那总而言之，我这一次在墨西哥城，其实扣掉交通，我是待4个整天。就是大家是跟我说想要看一些比较特别墨西哥文化，我应该要去瓦哈卡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台南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4天大家有看到，我先去搭了热气球看遗迹，去了很文青的小镇市场，吃了很多美食，也很道地。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博物馆真的规划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你旅游喜欢看各种不同的东西，你不想要只是单一潜水或是单一爬山的话，就是墨西哥城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因为你其实在近郊还是有些 day tour 可以参加，只是我这次没有去。但是说到那个瓦哈卡呢，我这次没有选择去，也是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想要看亡灵节的话，最适合去瓦哈卡这个城市，所以我目前是打算就是把瓦哈卡留到下次。影片最后想问你们说，大家会想要看亡灵节的影片吗？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我可能会真的有点冲动，10月底再飞来一次，就看亡灵节，然后也许就再去其他地方潜水，或是中南美洲其他国家。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欢影片的话，帮我应该喜欢，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对于拉丁美洲文化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如果你有想看亡灵节的影片的话，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我可能真的会有点疯的飞过来。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现在突然被带来一些看起来是那种你知道观光团的购物行程，偷偷塞在那个热气球的行程里面，看在它 CP 值高的份上，我就来逛一下，不一定要买。这边卖了一些蛮好看的饰品，然后一个都是哇1865，快3000台币左右。我相信我之后去那种市集，可以找到便宜很多的。我们快逃！